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8月2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8月1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 227.69， 收盘价是 216.86， 在盘中最高价是在 231.86， 最低价是在 214.33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17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重新回到了5日均线值的下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 8365.15 万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.23 倍量增。KD 值，快线的方向又转折向下，并且是下穿了慢线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反转向下。MACD 双线是继续下行，开口略有增大，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长的红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空头趋势在继续增强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8月1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实体长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震荡横盘后的下跌中。当日的这根 K 线啊，它是一个大幅的低开盘，然后开盘之后股价出现了反弹，上方是在232这个地方遇到了压力而出现了反转向下，那么一路向下直到214是遇到了支撑，最后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下部的位置。那收盘价又重新回到了5日均线值的下方，当然也是跌破了前一日 K 线的最低。那这些信息啊，都说明股价将会有进一步下行的走势。然后我们再来看 K 线组合方面，我们之前说过，在7月30日和7月29日这两根 K 线啊，形成的叫做长红吞噬。那么长红吞噬 K 线组合的最低220呢，将是股价下行的标志。日后股价的收盘价如果跌破了220呢，将会有进一步的下行。所以我们会看到股价在接下来2个交易日啊出现反弹，并没有瓦解这个也就是收盘价没有站上他们的最高，并没有瓦解这个长红吞噬，然后再次出现反转向下呢，而是跌破了这个长红吞噬的最低。所以说呢，通过 K 线组合，那么也预示着股价将会有进一步的下行。当然，我们还要关注最重要的一个指标，就是当日的这根下跌呢，我们会看到较前一个交易日呈现的是量增并且是超过 1.2 倍，所以这些指标呢都预示着股价将会有进一步的下行。那么对于现在这个股价进一步下行呢，我们认为它会回补这个缺口。那进一步下行的目标就是200关口，是在这个位置，这是目前股价继续下行的目标。当然，首先一个目标是再次我们说是回补这个缺口，其实就是跌破前低，也是8月1日当日这根 K 线最低在214附近，这个位置被跌破呢，那么将会再次出现底，将会确认继续自7月11日以来的这个空头趋势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讯我们对8月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一个可能，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补量上攻，收盘价会在240附近。另外一个可能呢，收盘价是在224出现下行。那么这两个预测呢，我们给出的是并列的，它取决于开盘的走势，而实际在8月
8月1日收盘价是在 216.86， 是出现了下行。那至于我们预测的下行啊，虽然在点位上相差较多，但是呢，性质是相同，基本相同的，也就是收盘价都是在5日均线值的下方，因为我们预测是在224附近，对，也是跌破了5日均线值，还有前低。那唯一不同的是，我们预测的这个收盘价并没有跌破这个长红吞噬的最低，所以实际发生的这个下行啊，比我们预测的下行的幅度要大很多。那我们也仅仅能够说是方向相同。好，那么这是我们对之前股价预测的一个回顾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日后股价的下行。对于8月2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下行的目标，第一个目标依然是215。虽然在8月1日股价的最低是跌破了215，但是收盘价并没有跌破，所以这个目标还是成立的。那当然，我们说在到达这个目标之前的支撑呢，其实现在这个目标本身就是一个支撑位啊。我们也会看到，一旦出现一个大幅的低开盘，实际上开盘即会跌破这个目标，所以这是第一个目标。那么这个目标被跌破，将会继续出现底底低，那么将会继续自7月11日以来的空头趋势。那接下来第二个目标仍然是177，在到达177之前，目前8月2日这根 K 线和这条下行趋势线的交点在213附近，这是一个支撑，对。然后呢，接下来的支撑就是200关口，那么这两个位置呢都是重要标志。当然，我们说其他的这些均线值也会成为支撑，但是相对于这两个位置呢是比较弱的，也就这两个支撑是两个强支撑，是重要标志，是213和200。好，177如果被跌破，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68，那么股价将会收复这一波的涨幅。这是股价的下行。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，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，依然是256。虽然现在股价出现了反转向下，在这个地方又出现了一个头，但是呢，前面的这个低点没有被跌破呢，所以这个位置我们先把它设为压力位，而不是股价反弹的目标。所以第一个目标依然是256，在到达256之前，几个关键的位置，一个是5日均线值，在8月2日是在224附近，另外一个压力位是235，还有一个就是20日均线值在240附近。那这三个位置呢，将是股价在到达256之前的压力位。那256如果能够被站上，将会瓦解自7月11日以来的空头趋势。那么股价上行的第二个目标就是271。271如果能够被站上，不仅会继续这一波涨幅的多头，还可以继续延续自4月22日以来的多头趋势，也就是再次出现头高。那么第三个目标就是299是300关口，这也是一个极强的压力。所以我们其实从这样一个，我们把图缩小之后看到这样的一个趋势，现在股价是在第一次是在7月24日是回踩了这条趋势线，然后股价被反弹，然后现在再次到达了这条趋势线。那么这条趋势线如果能够支撑住股价，其实我们从中长期的这个图来看，那么股价如果在这个地方能够支撑住，然后在这个地方进行横盘，那么我们认为一旦有多头力量的出现，股价是很容易掉头向上，而继续出现这样一个中长期的一个
多头趋势。所以在近几个交易日也就是本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和下周，我们要特别关注股价是否能够留在这条下行趋势线的上方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走势的分析说明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8月2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。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前一个交易日这个小绿 K 线的最高是235，也就是股价在8月1日盘中如果在它的上方运行才有可能反弹，在它的下方运行呢，股价会出现下行。实际是也是出现了这样一个走势。那到了8月2日，我们给出的观察位是当日这根 K 线和下行趋势线的交点在213附近。我们下移这条水平线到这个位置，213。好，就是213附近。那么为什么要关注这个位置呢？其实刚刚我们在分析说明的时候已经说了，目前股价已经是回踩过一次这条趋势线，出现反弹，现在又到达这个位置。那在8月2日盘中，股价如果能够在213上方运行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才有可能会出现反弹。如果在它的下方运行，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在这个地方出现一个大幅的下行，就甚至是在这个地方继续出现一根实体长红 K 线，也就是一次就跌破下方的各条均线值而去测试200关口，这也不是不可能的。对，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也就是在8月1日收盘价是在216.86，在这个位置对于多头来说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或者是做多的，因为现在的收盘价不仅跌破了前低，还跌破了5日均线值，同时还跌破了这个长红吞噬的最低，成交量增，KD 值指标向下，然后 MACD 指标也是向下，所以在这个位置，即使我们如果判断这条趋势线能够成为支撑股价可能会出现反弹，这个位置相对于这个反弹可能是一个低点，但是出现这些指标呢，在技术上我们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或者做多的。目前我们再补充说明，目前抢反弹我们要根据现行，如果是做多加仓呢，我们要等，比如说例如股价可能在这个地方出现横盘，我们可能会根据 K 线的现行和成交量来判断是否进场抢反弹。那么股价只有比如说在建仓之后，股价只有在站上235之后，我们认为才有可能会继续加仓做多。所以现在股价在一个空头趋势当中，对于多头操作来说，现在是没有机会的。对，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空头。空头很明确，目前空头的目标就是要跌破这条趋势线213，还有下方的200关口，这是空头的2个目标。那么他们要守的位置现在已经出来了，就是上面这个头，包括这根起跌 K 线的最高232，还有235，这2个位置是空头要守的位置。那么20日均线值呢，现在我们会看到已经掉头向下，那么在接下来几个交易日呢，20日均线值也会下降，其实也会到达235附近，所以目前235附近将是空头要守的一个重要位置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8月2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在224附近，第二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在227附近。
第3个压力位是前高232，第4个压力位是235。我们再给出一个压力位，就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在240附近。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，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前低和这条下行趋势线在213到214之间。第二个支撑呢是208，是当日新生成的50日均线值。第3个支撑是204，是200日均线值。第4个支撑就是200关口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8月2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或者是下行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18，下方最低会到达209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15附近。也就是回补了下方这个缺口之后呢，会回到这条趋势线的上方。但是如果股价到达了202，那么最低到达202，那么收盘价会收在205附近。那出现这样横盘向下或者下行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18的。满足了这个条件，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下行。好，那我们再给出另外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上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，或者是一个小幅的低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12，最高上方会到达220。然后收盘会收在218附近。那么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上，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12的。满足了这个条件，才会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上。横盘向上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回补这个缺口之后在这个地方生成一根休息的 K 线。好，那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8月2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